Hello， 大家好，欢迎收看本周的一周测评，我是亚当。本周我们有哪几个鞋款会带给大家呢？这些鞋款当中是否会有你比较关注的鞋款呢？那接下来我们就进入正题 ，Let's go。本期视频由您的点赞赞助播出。首先我们带来的第一个鞋款就是这一双来自李宁的音速11。这个鞋款之前问的人真的特别多，但是我想着都已经有这么多人出了测评了，现在再单独拿出来估计也没什么人会去看，所以我就把它放到了这个合集里面。其实现在李宁的篮球鞋我都已经测麻了，很不喜欢测李宁的篮球鞋，感觉都没有什么区别。一双300的李宁篮球鞋和一双1000的李宁篮球鞋啊，你拿出来放在一起，在穿着体验方面的差距非常小，配置大多都是一样的，中底泵，价格高一些的就上泵丝鞋面，价格低一些的就在细节之类的东西上面稍微少一些。但是有一点确实非常不错，就是你只要去购买李宁的篮球鞋，你很少会踩坑，基本上都是可以满足实战需求的。这一点也确实是产品同质化的一个优点，但是不好的地方嘛，就是不管是什么鞋款都不会让人有眼前一亮的感觉，可能就是现在这一套框架就是属于李宁的一个舒适区，就改外观，改中底的龙骨落差，就是不同的鞋款了。这里有一点扯远了，还是回到我们的主角上来。这一双音速11在抓地力方面的表现确实还是非常出色的，不过在吸灰的控制方面做的就不是特别好了。如果场地上面有灰尘，还是需要不断用手去擦拭鞋底，才能保证脚底下的抓地力。而如果场地的条件比较好，灰尘不多，那它的抓地表现就会非常出色，制动距离非常短，并且它在耐磨方面的表现也十分出色。大底的橡胶在硬度计的测试下，硬度能够达到70以上，再加上它现在300出头的价格，用来进行水泥地上面的实战也完全没有任何问题。在中底方面使用了 Lightform Plus 的框架以及前后分离式的泵，在它的原厂状态下，它穿在脚上依旧会有前低后高的感觉。最主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因为它的鞋垫在后掌做了非常明显的加厚。如果你不喜欢这种前低后高的感觉一定要换一副鞋垫。那如果能够换一副带有足弓支撑的鞋垫，那就更好了。这双鞋在足弓支撑方面还是略微有一些欠缺的。如果你对于足弓支撑的需求会比较高，换一副带有足弓支撑的鞋垫，体验感会好很多。而它前后分离式的泵在体感方面并不明显，在实战的过程中几乎感觉不到。前掌的反应性以及场地感兼具，在突破的过程中不会有什么泄力的感觉出现。前掌的重心控制的确实是比较低的，但是在缓震方面就只能算是一个勉强够用的水平。在我单纯用脚后跟着地的时候，震脚的感觉还是会比较明显的。而且如果更换一副普通的鞋垫，后跟的缓震会进一步下降，这一点你必须要了解到。这一双鞋在中底的滚动感方面表现还算不错，虽然没有明显的推进感，但是好在它足够贴地，并且中底的过渡也还算流畅，让它在跑动的过程中跑动的感觉还是非常不错的。而在鞋身的整体刚性方面，它也有着十分出色的表现。球鞋在外侧做出了一条从鞋头一直延伸至后跟处的超长 TPU 片，并且在球鞋外侧，它的大底橡胶是进行了一个全方位的上扳的，加强了球鞋整体的刚性。而它这种外侧做加固，内侧全放空的做法，不仅让它拥有了出色的整体强度，同时也让它的灵活性得到了保留，并且它外侧的这一条 TPU 条也很好的加强了球鞋的侧向支撑，不管做什么动作，鞋面都能够很好的兜住你的双脚，在做动作的时候，脚底下特别有底，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而它的鞋楦，很多人都说它是窄楦，但是我个人觉得它好像不是那么窄，算是一个正常宽度的鞋楦。尺码方面也不偏码，我平时李宁穿42，这双鞋我选择的42是非常合适的。如果想要购买这双鞋的兄弟，可以适当的参考一下。它在整体的包裹以及锁定方面的表现都非常不错，完全不会出现顶脚趾或者是掉跟的现象，鞋面也没有任何卡脚的现象出现。这一双鞋在各方面的表现都非常不错，在300这一个价位段，它的实战表现绝对是 top 级别的。但是李宁现在的篮球鞋就是穿着没有任何的惊喜，很无聊，你懂我意思吗？这一双鞋亚当球鞋主观评级 A 减，这一双鞋在300这一个价位段绝对可以无脑购入，它没有什么特别明显的短板，除了在吸灰方面以及足弓支撑方面略微有一些欠缺之外，基本上没有什么特别明显的槽点。它的透气性出色，耐磨优秀，颜值也在线。如果想要购买一双夏天用来打外场的篮球鞋，那这一双音速11确实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
第二双，这一双来自安踏的轻狂4代。轻狂4代在最近的热度感觉还是挺高的，很多人都在催这个鞋款的测评。但是在我体验完之后，我觉得这一双鞋不是那么出色，甚至可以说有点差劲。虽然整体体验并不是特别出色，但是它的优点确实还是挺多的。抓地出色，脚感优秀，场地感和反应性也都很不错，并且重量控制的也很好。单支42.5码的重量只有342克，优点确实还是比较多的。当然，我相信它有什么优点，大家都非常的清楚。网上有一大堆吹这一个鞋款的视频，那我还是仔细的来跟大家说一说它的缺陷。第一点，后跟的稳定性表现并不是很出色。这一双鞋的中底调教整体偏软，虽然它的后跟在4周都做出了明显的加固，但是依旧还是偏软，并且当你在后跟触地的时候，你能明显感觉到球鞋后跟处第一下触地的时候，只有中间突出的这一个位置是触碰到地面的。如果你的体重比较大，这一点的感觉会非常的明显。如果你的体重比较小，那这一双鞋在后跟稳定性方面的问题可能并没有那么的明显。但是体重在170斤以上的话，这一双鞋我就不推荐你购买了。第二点，中底的滚动感表现比较一般。这一双鞋的中底龙骨落差是比较小的，穿在脚上会有比较明显的前高后低的感觉。而这一种前高后低的篮球鞋，我很久以前就已经说过了，它必须要拥有比较高的中底刚性，它的中底滚动感才会有比较不错的表现。但是因为球鞋中底的缓震材料调教偏软，并且它中底的这一块 TPU 键在实战的过程中，你能明显感觉到它的强度并没有那么高，在跑动的时候，它的中底根本没有任何的什么弹射或者是推进的感觉。它的中底除了脚感以及场地感不错之外，在其他各方面的表现都比较一般，用普通来形容它最合适不过了。第三点，前掌锁定表现不够出色。这一双鞋的鞋楦，我觉得它略微偏宽，对于脚型的适配还是比较不错的。但是如果你是窄脚的话，这一双鞋在前掌的锁定表现绝对不能够满足你。在急停的时候会出现比较明显的顶脚趾情况，在变向或者是侧向蹬地的时候也会出现脚在鞋内位移的一个情况。如果你是窄脚并且比较喜欢变向的话，那这一双鞋绝对不会是你的菜。第四点，球鞋的整体刚性比较差。由于这一双鞋的鞋面强度比较低，并且球鞋侧面这一条贯穿前后掌的 TPU 片是比较偏软的，在穿这一双鞋做侧向蹬地或者是变向动作的时候，你能非常明显感觉到它的鞋面完全没有办法支撑住你的双脚，再加上它较差的中底刚性，我在穿这一双鞋做折返跑的时候，在折的那一下，能非常明显的感觉到脚底下的球鞋所产生的巨大形变，完全承受不住我需要它去承受的一个力。可能小体重的球员或者是打球强度比较小一些的球员，穿这一双鞋确实是没有什么问题的。但是如果你打球有一定强度，那这一双鞋我就不建议你购买。这一双鞋亚当球鞋主观评级 C 减，这一双鞋整体的强度表现真的是比较差的。我之前看到网上别人的视频封面上写着什么安踏家的 GT Cut 之类的，那时候我对这一双鞋确实还是比较期待的，但是一上脚一穿，就明显感觉出来这一双鞋只适合脚底下没有什么力的小体重球员去进行选择，可能就是传说中比较适合学生党去进行选择的篮球鞋吧。反正对于我个人来说，这一双鞋的整体强度完全没有办法满足我的实战需求，即使是训练我也不会选择它。那如果你看了这一期视频还是想购买这一双鞋的话，那在尺码选择方面，这一双鞋它并不偏码。我平时耐克穿42.5，李宁穿42，这一双鞋我选择42.5还是比较合适的，你可以适当参考一下。不过如果你是窄脚的话，这一双鞋我觉得你还是不要购买了，它的前掌锁定一定不能满足你。最后一双，这一双来自361度的 AG3 Pro Low， 高帮跟低帮之间除了鞋帮高度有区别之外，其他感觉并没有什么特别明显的区别，大底、中底、鞋面都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这一双鞋我是跟朋友借的，并不是我自己买的。他这一双鞋穿过的次数已经不少了，我穿的时候能明显感觉到它的中底缓震材料已经有了非常明显的衰减，在衰减了之后，前掌的场地感确实非常不错，反应性表现也很棒，但是在缓震方面的表现就不是那么好了。在实战的过程中，能明显感觉到中底的声音，虽然不至于震脚，但是要说出色的缓震它好像并不具备。而且大家可以看看它的大底，它的磨损并不是特别大，这样可以看出来，其实穿着的次数也并没有那么多，所以这一双鞋的中底衰减，我觉得稍微快了一点。当然也印证了这一双鞋在穿久了之后，它的中底重心确实会有所下降，不过后跟处的重心还是会有一点偏高的，这一点没什么办法。而它在包裹方面
面的表现依旧不是很好，前掌很宽，更加适合宽脚的朋友去进行选择。而且它这一个鞋面非常硬，很难通过鞋带来调节它在前掌的包裹。如果你的脚型偏窄，穿这一双鞋打球会出现比较明显的顶脚趾现象，体验感真的不是特别好。还有就是它的鞋带在拉紧之后会有比较明显的勒脚情况出现，不管是包裹的舒适度还是包裹的紧致度都表现不是特别好。这一双鞋跟高帮之间在实战方面并没有什么多大的差距，但是之前高帮版本身上那个鞋带孔会拉坏的这一个问题，在低帮身上解决掉了。它在最后的一对鞋带孔处做了一个加压的处理，它把这一块位置的材料压扁了，增加了这一个位置的硬度，在这么长时间的穿着下来，并没有出现什么质量方面的问题，这一点是 OK 的。还有一点大家比较关心的就是它的重量，在重量方面，单支42码的 AG3 Pro 低帮重量是450克，而且它的整体重量布置依旧是比较靠近它的下半部分，穿在脚上的体感重量还是比较重的。对于重量要求比较高的小伙伴，这一个鞋款一定不会是你想要的。这一双鞋亚当球鞋主观评级 C+，这一双鞋在实战方面跟高帮基本上没有什么区别，不过我还是觉得高帮在颜值方面会更胜一筹，更加好看一些。那如果你是宽脚，对于球鞋的重量并不是特别在意，那这一双鞋还是可以选择一下的，但是还是得等它降价。现在500多的价格，我觉得并不是很值得购买，我觉得300左右可能会比较合适一些。总的来说，戈登的第3代签名鞋是比较平庸的，没有什么亮点，除了高帮版本在颜值方面确实比较高之外，其他没有什么可以去夸的地方了。希望 AG4 能在各方面都有所提升吧。OK， 这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再次感谢大家观看本期的亚当球鞋，亚当球鞋一切从实战出发，我是亚当。如果你觉得我的视频可以帮助到你，希望你可以关注我，并且顺手给我点一个赞，这就是对我最大的支持了。好了，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吧，大家有空来做 ，peace。